追溯一些暗示，問問事情怎會開始，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時時及時總靠機警，未尋事實未定，顛覆處境。是與非壓心虛的雙眼似閃避，步步見機，最終他的痛悲，慢慢拼起。落雨起，太避忌，花樣太多，偏歪曲結果，有一些感認出錯，求誰聽清楚，查探內幕，花樣太多，偵測花樣更多，全力分析一切識破，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还给我！啊，云哥你真厉害啊！轻轻的吓一下他，吓得屁滚尿流了。这叫什么？这叫霸气！不是我说，没两下子怎么出来走江湖呢？有没有搞错啊？到了现在还没来，是不是耍我们？云哥来了，肉丝炒面、干炒牛河，老板，各位请慢用啊。正义，什么情况？报告 madam， 这里呢，环境还不错，茶叶特香，点心又好吃又便宜，看来下次我们可以再来。我不是问你这个，我问你大嘴鹰那帮人在干什么？那碟干炒牛河呢，好像味道不错，他2、3口就吃光了。别禁锢着看人家吃东西，那帮越南仔随时会到，打起精神。Yes madam。对了，重案组的人到了没有？我听卖报纸那个大婶说，隧道那边大塞车。他们没那么快到。啊，那怎么办？专案组的人来不了，只剩我们2个，万一有事怎么办呢？放心，有我跟你里应外合，没事的。行吗？你不是不记得吧？你的偶像李小龙在精武门里一个人杀进虹口道场，一个打10几个，打的那帮小日本全都趴下了。你的偶像都行，你没道理不行吗，一哥？那倒是。哎，什么事啊？有神秘人出现了。请予只千金。啊！刚好没电。嗨，我穿成这德行，来拍戏啊？哎，2位 Twins， 不好意思，我坐地铁换错车了，害得我晚了一点点。你知道了，现在的地铁红黄蓝白黑线烦都烦死了吗？很容易搞错的。对了，于 Sir， 你今天特地约我们出来，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事啊？嘿嘿，是这样的，我想2位说一说关于你们家那一宗离奇失窃案。那问题就在这儿，你也说你们家那把门锁是最高科技又最靠得住的，刚刚换上新锁。那个小偷有什么可能进你们的房里偷东西呢？喂，于 Sir， 你不是像那些保险公司的人怀疑我们2姐妹自己做的吧？当然不是了。经过我抽丝剥茧、深入浅出、再三调查，这一宗莫名其妙闭门离奇失窃事件之谜底终于被我解开了。其实当中的巧妙就是，于 Sir 啊，至于巧妙呢，你不用告诉我们了，我们只想知道呢，那个贼呀究竟是谁呀？其实这个贼嘛，就是他。啊，他就是那个贼呀！你别胡说啊！我什么时候偷东西了？我已经查过了，在这大半年里，同类型的失窃事件，连你们2姐妹在内，总共有10几宗。而所有的失主都是这一间茶楼的熟客，
经验告诉我，如果只有1、2宗呢，就叫做巧合；可是连续10几宗呢，就事出有因。结果被我查到，这位老兄跟一个失窃集团是有联系的。他之所以在这间茶楼做侍应，就是要找到他适当的对象，然后偷他的钥匙，印制模子，进屋偷东西。喂，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好解释呢，小偷老兄？警察别跑！撤！让开！正义，你那边发生什么事啊？哎，双截棍，能不能借给叔叔玩玩？你们这些人横冲直撞，万一不小心碰到小孩了，那就不太好了。我大嘴鹰一向都是横行霸道，横行霸道，我怕你一会儿横着抬出去。李小龙吓人啊！李小龙都死了1个世纪了，你会不会太傲啊？在我心里面，一代宗师李小龙先生是永远不会凹的。你自己不肯凹是吧？我就打了你凹，搞定他！小龙为龙，大龙摆尾。我叫你们去监视大嘴鹰那帮人，你们搞得上头条，还做了八卦杂志的封面。你以为我想吗？要不是这个风衣长毛怪突然之间跑出来搅和，会搞成这样？你说，现在连照都被人拍了，你叫我怎么向上头交代啊？我也不想的是那个差婆先拔枪，我只好拔枪。要不是他挡着我，我早就抓到那个贼了。抓人是吗？好啊，现在大嘴鹰那帮人被你们抓回来了，没证没据，告他们什么？喝茶骂脏话呀？还有，我千叮万嘱说要等到重案组的人到了再动手吗？现在没办法告他们不说，还要被大嘴鹰那帮人反告我们，说我们警方滥用武力，要我们赔医药费，你们开心了？谁叫他们侮辱李小龙先生？是李小龙发薪水给你，还是特区政府发薪水给你啊？我拜托你下手别那么重，我没筹备给你赔医药费。赔医药费？你那对姊妹花搞得受惊要送医院，幸好现在没事，不然你要养他们一辈子啊！总之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不用再跟大嘴鹰的案子了。为什么呀？这家伙一直是我跟的。是啊，罗 Sir， 你相信我，这个贼我早晚抓到他。你不用再说了，我不想又在杂志上看见你的德行。可是这个是命令 ，understand？ Yes, sir。喂，凶杀案，凶杀案是不是密室山事件呢？OK， 带走。喂，哇，小心点，老兄，是死人。皱我眉头。别。死者的死因是什么 ？Proof 告诉，根据初步验尸结果，死者是被人用硬物重击后脑致死，死了10到12个钟头左右。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我要回去详细验过才知道。喂，我要坐顺风车，先走了啊！于 Sir， 再见。啊，再见。老外就是老外，那么喜欢跟尸体坐顺风车，真是。见证方面有什么发现？啊，死者脸上有被人抓伤的痕迹，伤口粘了一些类似指甲油的物体。我们在现场暂时还没有找到凶器。如果我没猜错呢，那个凶器应该是这么大个而又这么高左右，是一些铜像、石膏像、木像的硬物。你又知道？嘿嘿，是证据告诉我的。
那这个柜子呢有很多灰，只有这个四四方方的地方呢是干干净净的。就是说，本来这里摆了一样事物在这里的，在不久之前才被人拿走了。狗粮没吃，狗就跑了。哇，好凶，好凶！没见过这么凶的狗。哇！赶快擦点油，定定筋，补补心，这样清醒一下。哎，罗 Sir， 喂，那狗好凶啊，你要小心点儿。啊，眼睛有毛病，厨房就这么大，哪儿去找只狗出来啊？不是罗 Sir， 你看那些狗粮，死者的狗有这么棒的狗粮都不吃就跑了，我想当中一定有它的原因，说不定我们找的那只狗，你不是想告诉我那只狗是凶手，现在畏罪潜逃吧？这个世界无奇不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的。你尽管找个够，最好有多远就找多远，别留在这儿挡着地球转。OK？ 有没有问过隔壁左右看见可疑人物出现过啊？我们问过隔壁 B 座，最近经常都看见死者的女朋友老来找死者，不过他们的关系似乎不是那么好，每次都是吵架收场。哦，那就不用审了。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死者的女朋友，快查查谁是他女朋友，带他回警局调查。 Yes sir。Yes sir。万华姐，柜子底下好像有东西，帮我拿出来看看。你以为你是大爷，自己不会拿？嘿嘿，幸亏我早有准备。嘿嘿，幸好没事。一支唇膏，你又想到什么？飞了鸡毛，名牌哟，让我回去看看有没有指纹或者 DNA。你还蹲那儿干什么？他怎么了？每次都是这样，真丢脸。起来呀！午夜笑东风，是谁个虎飞柳絮？服你的命啊！起来呀！在警局老睡觉，来到凶案现场也是这样，信不信我炒你鱿鱼啊？你没事吧，于色？没事没事。皮耶，你肯定死者是被人用硬物袭击后脑致死的。Bien sûr. D'après les premiers résultats, on peut constater que le cerveau de la victime. 皮耶，你别说法文了，说点人话吧。Oh, excuse me， 不好意思。根据进一步验尸结果，死者脑部受到硬物重击，引致大量出血，伤成这样，想不死都很难。那凶手岂不是很大劲儿？你的通灵感应这次没有告诉你谁是凶手吗？是这么简单就好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无缘无故会有这种通灵感应的。于是，你是不马达耶？巴蒂啊，巴勒啊，巴杜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也是，世界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连科学都解释不出来。可能你上次被雷劈中，令你的脑部接收外界电波的能力增强了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你就可以接收一些普通人接收不到的死亡讯息。其实，在外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我真是不明白，既然那些死者给了这样的死亡讯息，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凶手是谁呢？那些讯息老是掐头去尾砍中间，要我乱猜一通。这不是更好，让你可以发挥一下你的推理头脑。老实说，凶案通常都是突然之间发生的，死者能够及时发出死亡讯息已经很好了。难道还要写剧本弄个分场出来吗？别说我夸自己，从小到大所有侦探小说、推理漫画我全都看过了，就算没这些死亡片段，凭着我这个推理头脑，我也绝对可以做一个神探。不过，我现在就做了神话的神，不知道好气还是好笑。拉巴丹斯的呼噜呼，又什么意思啊？最要紧开心。哈哈，现在的猫猫狗狗还真是幸福，那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玩。这位 Sir 怎么称呼啊？哦，你叫我于 Sir 也行，郎 Sir 也行，随便一句。哎，你刚才说何英明是你们宠物店的熟客？是啊，他的 Gigi 也是在我们店里买的。哦，他的狗叫 Gigi 啊。嗯。那他们的感情关系好不好啊？哦，何先生很疼他那个 Gigi 的，简直就当他是亲生儿女一样啊。哎，
连买狗粮啊都买最贵的。它的鸡鸡啊胃口可大了，每次2、3口就把东西吃光了。那他那只狗凶不凶的？哦，这种这么小的狗再凶也有限了。啊，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呢，何先生带着他那只 Gigi 来选玩具，哎，就是你现在玩的那一款呢。刚巧有个客人就带了一只诺威纳来，本来还以为小狗一定会怕大狗的，谁知道 Gigi 一看见大狗凶何先生啊，竟然冲过去要咬大狗，吓得那只大狗夹着尾巴跑，多好笑啊！想不到这么小的狗也这么忠心。是啊，要不怎么说狗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呢？雨伞，你想不想找一只啊？啊，糟了，忘了一个很重要的约会。知不知道附近哪儿有花卖啊？前面左转。谢谢。送给你。哇，这株花好漂亮了，一定很贵了。只要你喜欢，再贵都没问题。我真的这么好？在我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字可以形容你的好。你是不是在哄我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你，心里就有千言万语想跟你说，想说到天长地久，海枯石烂。你骗人的。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你不信，可以用你的手摸摸我的心，它在蹦蹦蹦蹦蹦蹦蹦。怎么样，施先生，全部记下来了吗？不好意思啊，于小姐，最后那2句呢，请你们再示范一次，行吗？你以为在家看 DVD 啊？说倒带就可以倒带啊？这种感情戏难度很高的，最好就做1次，再来1次就叫做作了。施先生，其实认识女朋友呢，最要紧呢就是诚意十足。只要你表现得很够诚意，那一定可以打动对方的。说得不错，你既然找我们一线牵，就要对我们有信心才行啊。我知道，不过我每次相亲都不欢而散，我怕明天晚上又……你明晚才相亲呢，现在就担心了，你怎么可以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呢？对呀，施先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嘛。那只要你照我们刚才教你的去做，一定可以追到女朋友的。希望这样吧。我真的羡慕你啊，有于小姐这么好的女朋友。我什么时候说过她是我女朋友啊？我什么时候说过她是我男朋友啊？他是我弟弟。每次跟你上街都被人误会我是你男朋友，我真的要去飞虎队借个面罩戴的才行了。喂，不是便宜你了？刚才你知不知道啊？你那些表情真是太浮夸了，幸好是先让人老实，看不出来呀。我可是特区警察一代神探，现在没事就要帮我姐去做那些什么媒人，被我同事知道了，我还有脸见人啊？哎呀，谁叫你是我弟弟嘛？有缘成为2姐弟，有今生没来世。总而言之呢，这辈子呢，我就用尽你了，谢谢。阿青啊，你看看这几个男孩子啊，哪个合眼缘呐？来看看啊，看看。哎，撒姨，这批好像不错。当然了，不好我也不介绍给你看了。哇，这些男的好差，这个脑满肠肥，营养过剩，这个骨瘦如柴，最好拿去晾衣服。哇，这个更糟，像梁朝伟。喂，像梁朝伟不好吗？就是。画就画得太像了，肯定整过容了。像哎，这种人这么虚伪，你怎么可以介绍给我姐认识的？撒姨，谁说介绍给你姐认识的？这些是撒姨的私家盘。哦，那就无所谓。哈，你这家伙，吃醋岳父嘛，我是听得多了；吃醋弟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是大开眼界。每次有人说介绍男人给你姐姐认识啊，你就比谁都紧张，你是不是变态呀？变态？我不是变态，变态我只想告诉你，我姐的眼里呢，这个世界没有坏人的。好像她这样的人，我不盯着她，她不是吃亏了？是啊，都是你啊，盯啊盯啊盯的男人都跑光了，搞得你姐姐现在
孕婴未嫁，一辈子待在家里。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从第二个角度看呢，我弟弟呢也是为了关心我才这么做，我心理上呢会好过一点。是啊，这样会平衡一点了啊！我真是怀疑你上次被雷劈呀，劈得你那样痴痴呆呆的，搞得你神不神鬼不鬼的。喂，对了，你现在还有没有那种什么通灵感应啊？有的，我一去到凶案现场呢，只要我摸到死者的证物或是一些凶器呢，我就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片段在我脑子里跳出来。这么恐怖啊！不过也好啊，可以帮你破案呐。坏在每次通灵的时候，我就会睡着了，我又不知道怎么向人家解释，搞得现在整个警局的人都当我是怪人。算了，最要紧你没灾没病，不用管他们。哎呀，可惜你的通灵感应呢，不能通到六合彩那个灵啊，要不然多好哦。那你倒挺贪心的。你呀，被雷劈的都不知道是不是缺德事做多了。拜托你呀，学电视那些个总理去捐钱积点阴德了。又贪心又警戒。哎，这个不是那个 model 何英明？是啊，好帅呀！可惜啊，死了。对了，弟弟，你好像最近在查这件命案哦。跟他一起唱歌那个是谁啊？你不是那么背吧？这个不是胡家荣咯，什么商界女强人嘛，那种慈善团体的总理呀，经常在那些个八卦周刊都可以看到他的。是啊，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呢，这个筹款活动直播，他呢捐了20几万点名跟这个何英明合唱啊。之后呢，就传那些什么绯闻，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哎呦，真是让人受不了了，还以为自己身材多棒呢，我看他快变成花痴了。不错，我上次在电视台筹款节目里，的确是跟他合唱了一首《剑河钗园》。只不过这种事电视台一早安排好了。于 Sir 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电视台的。我会的，大酒店就是大酒店，连点心都那么好吃。喜欢吃就多吃点，反正不用钱的。够了，怎么好意思啊？听说何英明生前跟你是好朋友啊？那些八卦周刊你也信啊？我跟何一鸣不是很熟的，可以说只见过几次面，喝过1、2次茶而已。哦，原来这样，我还以为可以问你一些关于何英明的事呢。对不起，帮不了你。于 Sir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问，我要去那边了。不好意思，耽误你半天。哎 ，Jessica， 帮忙拍几张照。好啊。谢谢。谢谢。你说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穿的那么多，包的那么紧。就是啊，连胳膊都不肯露一下，这些照片都不知道登好还是不登好。就是。我查到死者的女朋友叫方翠芝，是个健身学校的导师。何英明的死不关我的事。我们有几个目击证人，结果你在案发当天去过凶案现场找死者，还跟死者发生过争执，你有什么解释？那又怎么样？也许他们认错人呢，还有人在街上以为我是明星呢。我们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一支唇膏，而唇膏上的颜色似乎跟你现在用的那个颜色差不多。我想我们验出唇膏上的指纹跟 DNA， 就可以找出这支唇膏的主人是谁了。还有啊，我们在死者的脸上找到一些被人抓伤的痕迹，伤痕里面有跟这支唇膏同一个牌子的指甲油，而这支指甲油的颜色似乎跟你现在用的很像。是啊，我前几天是去过何英明家，他说要跟我谈分手吗？我就去跟他谈喽。我不服气，就问清楚究竟他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我们2个吵了起来，我也是火大，打了那混蛋1耳光。他居然跟我翻脸赶我走，我走的时候他还活生生的。总之，那混蛋的死真的与我无关，我真的没杀过他。什么，罗 Sir？ 你真的要控告那个方翠芝谋杀何英明，不是吧？你说真的？是真的。因为我们有人证物证，可以证明方翠芝在案发当天去过凶案现场，还跟死者有过肢体上的冲突，再加上在死者临死之前几天跟他提出过分手，那就证明方翠芝有强烈的杀人动机了。那凶手不是他，还有谁？是一只
就是啊，我刚才跟他录口供的时候，他的眼神闪来闪去，肯定有鬼。这件案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件案子摆明了就是情杀案，我就不觉得有什么复杂。罗 Sir， 首先小狗不见了，已经是一个疑点了。哦，你对狗那么有兴趣，要不你去找爱护动物协会帮忙，我帮不了你啊。不是啊，罗 Sir， 你听我说啊，我昨晚看电视，无意中让我看见前一阵的那个筹款节目，我看见那个商界女强人胡家荣跟这个死者合唱《剑河钗园》，我现在怀疑这个胡家荣呢，可能跟这个案子有关的。哦。OK， 没问题，找你喜欢的小狗啊。只不过你最好找一个会听狗说话的法官才好啊，要不然你找到狗也没有用，没人知道它说什么。哇！不是啊，罗 Sir， 你相信我，我只要找到这只狗呢，就可以知道这个案子。麦总，你真的很肯定大嘴鹰跟越南仔今天晚上在这儿交易？放心吧，我的线报很准的。可是之前黄 Sir 说过，不准我们再碰大嘴鹰这件案子的。我知道，可是正义我问你，如果李小龙在唐山大兄里完全听老板话，连身边的工友被人骑到脖子上都不管的话，你会不会奉李小龙做偶像啊？当然不会了。那不结了？我最记住你的为人了，原则就是原则，不会因为恶势力而影响自己的原则嘛，是不是？那当然了。那边有动静。那我们怎么办？还用问？大嘴鹰，我看你能飞去哪儿？准备抓人！哦，你这家伙有事情不做，做偷车贼。喂，站住！警察！警察，别跑！撤！追！还跑！哎呀，没事吧？你瞎了你！又是你！又是你！你怎么搞的？我早就跟你说得很清楚，叫你不要再跟大嘴鹰那件案子了。你当我白说啊？幸亏这次没有记者在，要不然你又做了封面人物了。我告诉你啊，你的档案早就有记录了。如果再有下次，你写好辞职信再回来。放心吧，黄 Sir， 没有下次了。你自己说过，我能保你一次，保不了你第二次，你自己看着办吧。出去。Yes sir。最可恶就是那个长毛怪，被他害死了。啊去！哪个混蛋在背后说我坏话？把文件都拿过去，申请拘捕令，正式落案起诉方翠芝。 Yes sir。罗 Sir， 你真要起诉那个方翠芝？何止啊！过2天我决定开记者招待会，公布这次迅速破案的经过。可是什么呀？我拜托你，在我开记者招待会之前几天，别再让我背黑锅了，拜托拜托。还有，你拿这么多狗粮回来干什么？当这是宠物店呢？ 于子朗，你搞什么呀？喂，你别这么淘气啊！我一接过那袋狗粮，就有那些通灵感应的画面。上次在死者家里，我已经试过一次。那你这一次又看见什么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那些画面就好像一些黄色镜头啊，裙底春光啊。偷拍镜。喂，你记不记得几个月前那个叫何英明的 model， 被人说他在更衣室里偷拍女模特换衣服？有这种事？你不是吧？你是不是香港人呐？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结果他被人发现了，还差点被那个女model告上法庭呢。那 model 是谁啊？ 那个何英明啊，都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变态，竟然那么贱呢，进更衣室偷拍人家换衣服，神经！他怎么样偷拍你啊？哼，他多有心计啊！天天带着他的狗来做 show 啊，让人家以为他很有爱心，原来是借狗行凶，偷偷的把 Cam 绑在狗袋里面。幸好被我发现了，要不然啊，万一让他把照片放上网，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这种该死的贱精啊，被人杀了都死有余辜啊！哦，
你那么恨他，又那么想他死，为什么你那个时候要撤销控罪，不告他？得饶人处且饶人嘛。说起来，大家都是同行，何必赶尽杀绝呢？师兄，进去看看行不行？随便，刚好我没换班。还挺好吃啊。啊？什么？何英明被杀那天，全港有3个海滩挂鲨鱼旗，香港有那么多鲨鱼吗？啊 ？OK， 明白了。3个就3个了，那也要每个去找。哎呀，换班时间没计程车，惨怪你在沙漠没水喝。哎，司机大哥，警察，现在要征用你的车。是你？是你？喂，正好大家都是伙计。哎，我要征用你的车。这车不是我的。没关系了，协助警方办案，车主绝对不会介意。那你跟车主说一声，我会向上头提议颁一个好市民奖给他。哦，就这样。这大嘴鹰跟他的手下出来了，肯定是去跟越南仔交易。车呢？停在哪儿了？本来车呢就停在这儿，不过刚巧有个伙计说有急事要征用我的车，我只好让他开走了。你被人征用了我们的车啊？什么人呐？不就是跟你一起上八卦周刊做封面的那个喽？什么？你被那枫叶长毛怪征用了我向我老爸借回来的货车呀？你有没有搞错啊？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他说要征用我的车，我没道理不借给他。那他也是做正经事，对不对啊？完了，人家开车了，没事怎么追呀？你会征用人家的车，我不会吗？警察，现在征用你的车啊！征用我的车，快点上车！喂，不行啊！你拿了我的车，那我怎么办呢？谢谢合作，我一定会向上头推荐颁一个好市民奖给你的。还说坐稳了！喂！麦娜，你觉不觉得后面有点奇怪的声音？可能撞到垃圾了，快点帮忙看看大嘴鹰的车去哪儿了。行啊，正义，什么时候学会打回总部叫增援的？我没叫增援啊，我还以为他们是麦娜你call来的。别动，将双手放出窗外。伙计，发生什么事了？别动！什么伙计啊？我们接到有人报警，说你们2个涉嫌冒警、绑架。冒警？绑架？啊！3个沙滩挂红旗，叫我跑遍3个。你这小狗是不是涮我呀？啊，你别以为我找不到。哎呀，太离谱了！就是，真够臭的啊！啊，两位，啊，你们说哪有臭味啊？来，后滩那边很大一股死老鼠味儿，好难闻啊！谢谢。各位记者朋友，相信大家都等得很着急了。现在就有请罗有恒高级督察跟大家讲述一下何英明被杀一案的破案经过。各位，其实这件……喂，已经找到杀何英明的真凶了。好，马上到。不知道于 Sir 这次来找我又有什么事呢？哦，关于何英明的案子，有的地方不是很明白，想找胡小姐澄清一下。于 Sir 有什么不明白，尽管问。不过我有言在先，我一会儿要赶着开会的。啊，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胡小姐，你也觉得热啊？这房间的冷气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呢？要不这样，你学我把外套脱了，会凉快一点。
不用了，我习惯了。正好来杯冰咖啡解解热。Mary， 是，马上叫人检查冷气。哦，怎么会这么热啊？好的。爸，来，你也喝一杯。哎呀，怎么搞的？对不起，不好意思。这衣服很贵的。你没事吧？啊？这些咖啡因很难洗的，真是的。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一见美女我的手就发抖。你的手怎么了？我不小心在家里弄伤了。于 Sir， 你今天来找我，究竟想澄清些什么？我真的赶着开会。那很简单，我只想问你，你有没有看过这本八卦周刊？对不起，我对这些八卦周刊没什么兴趣。是啊，其实这些八卦周刊有什么好看的？不过这一期有一点特别，有你的照片登了出来。那又怎么样？那照片拍的你漂亮就不用说了。它最有意思的呢，就是说你最近穿的太多，目的呢就是要挡着手臂上面的爱的纹身。于 Sir， 你这次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些八卦周刊？嘿嘿，其实我还有件事想问你，就是在何英明这件案子里面，他养的那只宠物小狗不见了。那也许 Gigi 看到它的主人被人杀死，害怕跑掉了。你不是说过跟死者不是很熟？你怎么知道他养的那只狗叫Gigi呢？他跟我提过，我就知道了。有什么奇怪的？对，那也是。只不过这样，我去问过卖Gigi给死者的那间宠物店，他们说Gigi呢很忠心，好有义气，绝对不会就这么跑了。所以我怀疑那个凶手带走了Gigi。被凶手带走了，那又怎么样？那可重要了。如果让我找到Gigi的话，我就自然可以找到那个凶手了。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Gigi。你找到Gigi的尸体了？嘿嘿嘿，你怎么知道我找到的一定是Gigi的尸体呢？胡小姐，我不只找到Gigi的尸体，我还找到那件杀人凶器，而且Gigi的牙缝里面有一些人肉的组织。如果我没猜错，这些人肉组织应该是Gigi为了保护它主人的时候咬那个凶手所留下的。胡小姐，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只要拿点人肉组织去验验 DNA， 我们就知道那个凶手究竟是谁。我相信你不用我回去申请搜查令，你才肯让我看看你手臂上面被Gigi咬过的伤口吧？不错，何英明是我杀的。像他那样的坏蛋，根本就死有余辜。在方翠芝去找那坏蛋谈判的那天，我一早去那坏蛋家里了。我在房间里听到他们吵架，方翠芝走了之后，我回到客厅，跟那坏蛋摊牌。我告诉他，我不想再跟他在一起。我答应给他10万块，就当是分手费。谁知道他贪得无厌，说如果我不多加10万块，他就把我和他的关系告诉传媒知道。我气起来，随手拿了一样东西，照着他的头打下去。没想到那死狗忽然发了疯一样扑过来咬我。我就连他一起打死了，然后把那只死狗跟凶器一起塞进狗袋里，开车到海边扔掉。我怎么都想不到，这样也会让你找到那狗的尸体。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怀疑我呢？那就要谢谢那些八卦周刊。本来说要控告死者偷拍他换衣服的女 model， 原来做了你公司的代言人。他为什么忽然之间不告死者？原来就是你从中搞鬼。你肯为死者做那么多事，可想而知你跟他并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了。全都是那该死的冷气，要不是冷气坏了，我也不会露出马脚。我真要炒掉维修部那帮人才行。如果没冷气呢，不一定是冷气机坏了，可能是开关没开呀。原来是你。警察局的温度是保持在25.5度之间，你可以穿外套也行，不穿也行。如果不嫌弃的话，
借我这件给你穿也行啊。你说是不是岂有此理啊？于子朗那家伙简直想害我，明知道杀人凶手是另有其人嘛，又不预先通知一声，害得我在记者招待会出尽洋相。我不是跟你一样，差点被那个晶晶害死啊！说起这个男人婆，她当自己是女版成龙，横冲直撞，自作主张。上次幸好周先生、周太太没事，要不然我要赔他连降3级呀！我手下那个家伙更离谱，他一见血就晕。你说怎么叫他出去巡逻啊？我部门那个更过分呢，想架想得发疯，一天到晚在那发骚，看见都想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说如果把这帮怪物有多远调多远呢？我们就不用头疼了吧？照我说呢，把这群怪物全部发配边疆更好。发配边疆？喂，不是不可能啊！对呀，我一定这样。Death Investigation Extension。Yes， 英文简称叫做 DIE， 中文的就叫特别凶案调查分部。这是什么调查分部啊？就是专门调查一些特别的凶杀案。可是 DIE 这个名字死啊死的，很不吉利哟。一个名字而已，年轻女孩子不要这么迷信嘛。你知道，要调查一些高难度的凶杀案，一定要精挑细选一些精英才能够胜任的。你完全符合这个新部门的严格要求，把你调去这个部门，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相信我啊，你去到那个部门，我担保你一定会发光发热的，为警队争光。搞什么呀？这里横看竖看都不像警局啊！特别凶案调查分部。大婶，请问 DIE 在几楼啊？这声音好熟啊，不是这么倒霉吧？是你。天有千個荒誕的故事，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問問事情怎會開始，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時時及時總靠機警，歷尋事實未定，變局處境。